郭德纲被立案调查，西安站演出已取消，目前正退票。8月14日，记者从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获悉，原定于8月15日晚在该剧院演出的麒麟剧社成立10周年巡演西安站，已收到取消通知，目前可办理退票。此前，据媒体报道，郭德纲7月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经典革命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日正式立案调查。我们这边是已经接收到取消的通知，现在正在给我们系统的人退票。如果您购买了其他渠道的票，可以找其他渠道的客服。紫禁城中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种。我们这边是已经接收到取消的通知，现在正在给我们系统的人退票。如果您购买了其他渠道的票，可以找其他渠道的客服。聊聊这么火的事儿，对他现在不得与你分手。对我现在感觉到，现在目前要接下来就人们会像走个面跟酸黄瓜一样，借着这事往下走，那时候节奏就收不回来了。感谢你们默默相这时候节奏就收不回来了。其实现在比较担心的，大家就回想酸黄瓜跟走个面，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一料一料的累积起来。只因我努力没有理由。现在他这边呢，只是武汉这么一根儿，可别碰别的。感谢你们默默相守，感谢可别碰别的。音乐开始回去。可别碰别的，如果深往下扒，可就麻烦了。深往下扒，可就麻烦了。因为我现在这两天看到有些苗头。昨天天津有个女主播提到了，最后那句词是咽口。咽口，那如果往这儿引，那让他们谈谈咽口是干嘛的？对吧？你说静悄悄的地方，你给那地方唱咽口，你什么目的？这问题就麻烦了。就不仅那，所以为什么这事儿自己赶紧出面把这事压下去？对吧？现在得赶紧把这事压下去，公关一下。公关危机嘛，危机公关嘛，对吧？问题是压得下去吗？承认错误，我躺地下你还打我吗？哎呦，我给你大家伙提个醒吧，您这骂我也好，给我带节奏也好，这在我这儿的黑粉，您要是喜欢郭德纲，这时候就别再给郭德纲找事儿了您也不看看武汉是个什么级别的城市。我再点大伙一句话，谁的徒弟在武汉最多？这句话误去吧。不知道，啥都不知道，就不要只考虑自己语言自由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想谁在武汉，谁的徒弟在武汉一大堆，没听说过武汉有啥角儿。陆明都上过春晚，对吧？陆明都上过春晚，武汉有什么大角儿？马季先生跟我师傅于世友先生说的女队长。那一大堆作品的作者夏雨田老师就是武汉的。
老前辈看出你哪儿有毛病不说，你自己调整修炼。结果不接，那意思你算嘛？我办你，我不行，100天我让完你，我告诉你，您那玩意儿不行，走运挣点钱，您是拿这个说相声那阵儿啊，别人都不说，他那剪吧他都给说了，说完之后呢，他是从哪儿？从那个网上火了，后来专门有一群呢，从来没听过相声的，哎呦，这都太好大师，结果呢，把他就给捧了起来，他就信了。以前那帮人捧他那人没听过相声，也没见过好骂的，我说的话都得罪人，还不懂得什么叫好相声，什么叫不好相声，因为嘛，他真逗乐啊，真解宝啊，真可乐呀，那人糟改，于家乐糟改完了以后，嚯，他得了乙了，知道吗？得了乙以后就认为这个就宗师了，哪儿就宗师？宗师是嘛？相声是嘛？咱今天都不卖货都没事啊。相声是嘛？相声是一个节目，是一个文学作品，不是天天攻击捧哏的。不是哪一段相声都拿两根的一直，咱俩要老聊天，你老拿我开心，我凭嘛跟你聊？我躲开你，我不能老跟你说呀。你天天拿我爸爸砸哏，一段30分钟、20分钟、15分钟都是我们家事儿，我还跟你聊天，我贱呐。咱俩不得有来回劲儿吗？他没听过，认为这就是相声了，这就哏儿了。里边没有一点相声的技术含量，没有啊，只是个哏儿起哄，张嘴一个包袱一个包袱一个包袱，相声不是包袱，光是包袱不高级，马三也有几个包袱。对，你绘画也是，你通过这一个作品，把你对相声的理解完成进去，调整到你表达的这个行业的技巧。这个行业有嘛技巧？看见了，我现在也飘了，坐着有人给沏茶了，知道吗？你不管怎么样，你一个节目下来，你得是个像个玩意儿吧？你得打头到尾的有起承转，没让你教育人啊，没让你教育人，但是一个作品它得让人警示一下，这个作品表达了什么内容。一直骂捧哏的，一直跟两哏的较劲，那叫作品吗？绘画、文学、电影、歌曲，它任何一个节目里面，它得完成一个有文学性的东西，不用你教育人，每个人都懂，不用你教育。好多人说，相声不应该有教育，没让你有教育意义。你起码得是个玩意儿吧，做个罐子你得是个玩意儿吧，这个杯子得是个玩意儿吧，你得是个玩意儿，你不能一味的你三俗都不能作为那什么。说相声它就是个民俗的玩意儿，对不对？但是你一个作品，你可是红了你得要求自己再上去，我这节目我可不能这么干了，我得是这么着，我得给人点玩意儿，对吧？没有，全是一味的，还是一味的。你想两个人打拳击，你老怼那个人，旁边人看都疼的，哪能这么干去？他拿那个得了乙，他才造成今天唱戏唱成那样。那个他是花搭着，他脑子里没有，他对相声没有真正的理解，他才能干成那个。对吗？他如果对相声有个真正的对待艺术作品有真正的理解，他就不会上台上穿一身装过，擦一脸怪粉，耍吧那个去。他对相声，他对艺术真理解的话，他就不会干那个事儿。他不理解，
什么撞大运火了，他信了，他才有这个姿势，他才有这个状态，他才有这个唱戏这一出。至于他唱戏，别人带节奏啊，给他说什么这个那的，那的，咱就说从艺术角度，我别的不评论啊，不给他带节奏，说他这那的，咱不说，咱就从艺术角度上，你是干这个的吗？你对相声理解了吗？没理解。现在有些人带节奏。要非把它弄成那边去，不是那个年代了，不要那样。就说你一个行业，对不对？你相声逗哏嘛，逗哏没问题。怎么逗哏？逗什么样的哏？你是把你相声那个东西填进去了，那个他不明白，到戏这他就栽，对不对？你太损了，他损的时候，你不知道吗？他得损过我10倍啊！他有背景啊，他多少次他都能应该是受到一定的批评以后他都没有，结果他又起来，他多狂妄，谁还能动得了他？在他心目当中谁能动得了他？就是咱批评他他也不说呀，他心里他那还叫他还能动了我？对呀。谢谢大家的礼物。现在是刚才又求证了一下，这是西安那个保利的那个演出已经是下来了。这是一点点开头，我们纵观酸黄瓜，纵观大红红，这都是一茬接着一茬的，最后到德儿刚这儿先让他自己了。哎呀，要让黑粉们判案，郭德纲现在都得成线儿。打从昨天开始，我这个私信呢，评论区好多人都过年赛了啊！你敢说说篡改红歌吗？你敢说说武汉事件吗？哎，有什么不能说的？有什么不敢说的？立案不等于定案啊！高兴早了。再一个，立案的理由不是经营性演出管理规定第44条吗？不是因为在一场3个多小时的演出当中多了4句台词吗？多了4句唱吗？告诉各位啊！法条上写着呢，责令整改、约谈批评，然后顶到头，罚款5万、10万2个档。我跟大伙说，我遇到过的，亲身经历的都就不是说台词变更，就是卖完票收完钱不给观众演，临场取消演出，这么大的变动，肯定没报备，也才罚3000你说这多4句词儿能有多严重？再说到所谓的篡改红歌，那就更离谱了，法无禁止皆可行。没人说这个旋律不许填别的词儿曲作者只要不站出来说郭德纲你用我的这个曲子旋律了，别人真的说不上什么。至于说所谓的篡改，那不存在呀，就是这个旋律我拿来套了其他的词儿。咱们国家不让随便用的旋律只有一首歌就升旗的时候咱都得站起来听的那首，剩下的旋律只要版权人不追究，别人管不着，只要这个内容不违法违规都可以。所以大家不用着急郭老师的粉丝、德云社的粉丝、麒麟剧社的粉丝没有必要焦虑，不要被人带个节奏而慌慌张张的，不需要大家做什么，我们要相信有关部门。小黑粉呢，我提示一下，现在就借钱买韭菜实在有点早。